大家好，我是木上。我家里买的 Dyson V6 吸尘器已经用了有1年了。前几天我给它里里外外大清洁了一下。你看，这个吸尘器现在是不是像新的一样？吸尘器如果不及时清洁，会造成2次污染。地上吸走的灰尘又被我们吸回去了，非常影响身体健康。尤其一些有宠物的家庭，用它来吸动物的毛发，时间久了，打开吸尘器，尾部排气的地方总感觉有味道，就是因为没有彻底定期清洁造成的。我在网上查找了视频，找不到完整的示范如何彻底清洁 Dyson V6 吸尘器的，要不就是只有清洁气旋部位的，要不就是只有清洁滚刷部分的，而且也不是包括全部的步骤。在研究了网上的视频以后，我发现要彻底清洁这个吸尘器，步骤还蛮多的，有些步骤操作不当，还容易损坏电机，所以呢，就拍成一个视频分享给大家。这个清洁的步骤适合 Dyson V6、V7、V8 的机型，因为这几种的机型构造相似，清洁步骤基本可以通用。在开始之前，允许我不能免俗地介绍一下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是关于居家生活、购物分享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我发布视频的时候，您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啦。首先，清洁这个吸尘器，我们看一下需要用到的几种工具：剪刀、一把小刷子、拆卸车门板的扳手。如果你有 Dyson 专用的拆解工具，就不需要拆解车门板的扳手了。P0的十字螺丝刀， T8 的6角梅花木螺丝刀。购买 T8 螺丝刀，不要买这种有粗转接头的，有些螺丝在比较细长的空间里，这种螺丝刀够不到。一把平头螺丝刀，一个小镊子，一把细的扳手，一枚大小合适的硬币，小垃圾桶或者塑料袋用来盛放灰尘和垃圾，一次性的口罩，一次性的手套。按住按钮，拆下滚轮，用同样的方法拆解吸尘器的主体部分，清空集尘盒的垃圾。按下这个红色按钮，按到底，集尘盒就从主机上分离出来了。滤网上沾着很多灰尘，先把它清一下。可以看见这两侧有2个白色的凹槽，用细扳手和螺丝刀伸进这2个白色的凹槽里，然后同时向中间推，用手指抵住电机的部分，轻轻一推，能感觉到电机和气旋中间分离出一条缝，感觉到电机从卡槽里面松动了，就可以把它拔下来了。看，打开来的白色卡扣就是这样子的。接下来我们拆这个滤网，这个滤网的里面是卡扣卡住的。我们找到这个凹槽，用扁平的扳手伸进去，轻轻地向外撬，听到咔嗒一声，就是这个部位的卡扣开了。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旋转一圈，整个滤网就拆下来了。这个气旋部分是由螺丝固定住的，可以看一下螺丝是在这个部位。这里要用到 T8 的螺丝刀，把这些螺丝都拆下来。气旋拆开以后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可以从里面直接拔出来的，滤芯直接拔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可以打开清洗里面的。用螺丝刀把这4颗螺丝卸下来。这4颗螺丝是在非常细小的缝隙里的，如果用 T8 粗转接头的螺丝刀是伸不进去的。最后还有这2颗螺丝需要拆下来。
所有的螺丝都拆下来以后，气旋的最后部分就可以完全打开了。这个是可以从里面直接拔出来的。这个红色密封圈取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注意不要硬拉，撕坏了就比较麻烦了。这里面还有一个黑色的密封圈，同样拿出来。这个滤芯的卡扣，用螺丝刀轻轻的向下按，同时往外推就打开了，滤芯就可以拿下来了。如果使用吸尘器的时候闻到有味道，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滤芯发出的味道。一般来说，如果里面清洗干净了，就不会再有味道了。接下来我们拆滚刷。滚刷上缠了头发或者是线头，可以用剪刀把它剪开，然后用一枚硬币，我这里用的是澳币的13的硬币，把硬币插入这个卡扣的凹槽中，逆时针旋转，卡扣就解锁了。左边的这个侧板向上推，侧板取下来以后，里面缠的头发可以用镊子和剪刀把它清干净。这里面有2个螺丝，用T8的螺丝刀把螺丝拆下来。反面还有一个螺丝也拆下来，把小的滚轮拆下来，上面缠了很多头发，用剪刀和小刷子把它清干净。在打开的侧板这边还有一个螺丝，把它拆下来。这样把大的滚轮就可以拆下来了。滚轮靠近侧板的这个地方缠了很多头发，也是把它清干净。在这个内侧还有一个螺丝，把它拆下来。小滚轮内侧的这个螺丝是要用十字螺丝刀把它拆下来的。这里面还有2个垫圈，不要掉了。这样这个右侧板就可以拆下来了。右侧板的外侧还有一个螺丝，也要拆下来。这个内部盖板上还有4颗螺丝，也需要把它都卸下来。把这个内盖板向外推，就可以拆下来了。这个内盖板的2侧还有2个螺丝，也需要把它拆下来。这个内盖板就可以拆开来了。滚轮的外壳因为有电线，所以用消毒湿纸巾擦干净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放到水里洗。吸尘口手伸不进去清洁，我是用细刷子的柄缠上消毒湿纸巾，然后伸进去清洁，这样可以比较清洁的干净。这个小滚轴也用湿纸巾擦拭消毒。集尘盒的部位因为也有电源接触点，用湿纸巾擦拭干净就可以了。这个吸尘器的管子里面也很难清洁到，我用了一根能伸进去的细棍，绑上消毒湿纸巾，缠上橡皮筋，然后探到里面去擦拭清洁。
这个小的滚刷我没有用过，不过拆起来也是很方便的，用硬币逆时针旋转，滚轮就拆下来了。你可以把它放到水里去清洁。把刚才拆下来的气旋的部件全部放到清水里，用比较温和的洗洁精滴几滴，然后用小刷子仔细清洁。滤芯单独清洁，需要仔细清洁干净里边。换一盆水，同样加洗洁精，把2个滚刷还有侧板、内盖板仔细清洁干净。清洁以后，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。所有水洗过的零件需要风干至少24个小时，确保所有的零件都风干以后，才可以重新安装，否则电机容易受潮。好了，所有的零件都晾干了，我们来把这些零件再装回去。这个薄的黑塑料壳按照形状把它放进气旋的外壳，这个黑色的密封圈有印子的在上面装好。红色的密封圈也是有印子的在上面。把这个气旋筒按着形状塞到里面去。这个套在刚才的气旋筒上面。这里面的4颗螺丝装回去，装的时候小心一点。装好以后，把这个压回去。这个装的时候看准方向，把5颗螺丝拧回去。最后边上2颗螺丝也拧回去。这个滤网装回去的时候，有卡口的地方先装，然后沿着一圈慢慢的顶上去，听到咔嗒一声就是卡住了。这个电机的部分两边凹槽对上以后，一按就卡回去了。然后这个集尘盒也是对准了，往里一按，滤网卡扣卡住。这样主机部分就装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装滚轮。侧板的滚轴的螺丝先装回去。内盖板按照这个方向装好，拧上2颗螺丝，推回到滚轮的外壳里面去，装回4颗螺丝。外侧板的螺丝装回去，这个呢，外侧板就可以装上了。先装内侧板的螺丝，垫圈部分先装蓝色的，然后再装凸起的灰色的。
十字螺丝装进去，拧紧以后，这个小滚轮有凹口的部分在右边装回去，然后把另外一边的外侧板的螺丝装回去。大滚轮装回电机滚轮上，然后装回另一边的侧板。用硬力臂把这个大纽扣按顺时针拨回锁紧的部位，然后安装好。这个吸尘器就清洁完毕啦。下面我们看一下清洁Dyson吸尘器的注意事项吧。T8 的6角梅花螺丝刀要选用细长型的，否则有些螺丝是拿不下来的。蓝色滤网第一次拆比较紧，注意角度和力度。旋转感觉到有卡扣的地方，扳手抵住卡扣，往外小角度的向外翘，一扳就可以打开了。红色和黑色密封圈安装都是有印记的，朝上安装。海绵滤芯打开时先向下按压，待上下卡扣有缝隙后再向下向外推，打开时一般就不会弄断卡扣了。定期清洁滤网和气旋，能有效地降低吸尘器异味。滚轮或滚刷组件随当随洗，海绵滤芯每月清洗，气旋部分至少半年或1年清洗一次。集尘盒、电机主体、滚轮塑料外壳等有电机、电源连接点的，切记不要水洗，用半湿布或消毒湿纸巾擦拭后，用干布擦干。气旋部位、滚刷部位需拆下所有螺丝清洗，以免螺丝受潮生锈。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，就请点赞转发吧。您的支持是我制作视频的最大动力。如果您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视频，就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或者在评论区留言。未来会有更多的居家清洁的视频发布。好了，各位小伙伴，我们下期见。Close your eyes.